一下！你们一群沈家流放来的贱囚，3车军粮入库前足足少了2担。今天找不出偷粮的贼，我把你们全家男丁的皮剥了充军！张营长饶命啊！我们沈家以前可是侯府，怎么会偷吃这等粗糠？定是这驿站里进了贼！少来这套！我这账本上白纸黑字写着：甲与日审视囚犯接管后仓入库，粮食在你们手里没的，不拿你们顶罪，难道要我去掉脑袋？来人，把沈家男丁拉出去，先砍一个祭旗！慢着，赵议长，这麻袋用的是官造双股麻线，满载承重100斤，对吧？昨日暴雨，泥地松软，可您这3车粮压出来的车辙印却连半寸都不到，这说明装车的时候里面根本就没装满，甚至还掺了大量的糠瘪和骨壳。你个流放的贱婢，懂什么看车辙？满口胡言！我不光懂看车辙，我还懂看账。贾许日入库，那天从早到晚下着大暴雨，粮食根本不可能过秤，是直接被雨布兜着推进后仓的。这少掉的2阵军粮，是在州府装车时就被人吃了回扣，还是半路上被哪只长了2条腿的硕鼠运去了黑市？你找死！大哥，你疯了吗？你一个庶女懂什么账？快给议长磕头认错！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吗？刀劈了我，这笔烂账你照样撇不了。前线霍将军的脾气你比我清楚，把这批发霉的烂摊子交给我，3天内，我不仅用剩下的残次品给你把这损耗抹平，还能让你在年底的考验上多出5分油水。你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侯府姑娘，会理这军需烂账？在死人堆里，算盘比刀好使。这分拣调度的活儿，我接了。好，我给你3天，3天后查不出个子丑寅卯，补不齐这2石的窟窿，老子拿你点天灯！沈河，你自己找死，别拉上我们！那是边关的烂账。你一个丫鬟生的庶女，连账本都没摸过，你想害死全家吗？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给前线将士保命的粮。你如果还想留着你那张脸去攀高枝，现在就给我闭嘴，然后去后院给我烧3大锅开水，否则我现在就把你按进这糠堆里，让你这辈子都带个没味儿。小丫头片子大话闪了舌头，这仓里的陈米烂谷连驿站的军口都不止，账本更是乱得像一锅粥，你拿什么凭账？孙伯，这批豆子受潮不到2日，外皮发软，内里还没长毛，前线急需干粮，对吧？急有个屁用！霍将军的先锋营后天就要拔营，军需官最迟明晚就要来提粮。这受潮的豆子磨不出粉，做不了军粮饼，到了军需官那儿照样按废品处理。谁说要做成军粮饼的？大哥、二哥，别愣着了，把这些受潮的黄豆全部深捡出来，用大火铁锅干炒出焦香味后，加粗盐帮捣碎。炒熟？这军粮历来都是生面生豆子送上前线，哪有炒熟了送的？前线苦寒，生火做饭容易暴露目标。炒熟的碎豆子加上盐巴，不仅可以直接干嚼充饥，还能补充盐分，保持体力。只要我们把这批受潮的豆子加工成免煮的即食军粮，价值比原来的生豆子只高不低。孙伯，按大卫军律，军需物资若经过特殊加工，提升了实用性，不仅不算损耗，还能按特等军需结算，不仅能平掉那2石的窟窿，还能反倒挂账一笔盈余，对不对？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规矩？从现在起，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开正仓门，把所有发霉严重的挑出来，跟附近的农户换草木灰和干柴，受潮未坏的全部下锅翻炒。动作快！干了！横竖都是死，听和儿的。三柱，把那边的烂布条抽出来打成绳结。大哥，火候太大，撤火，要保持豆子外脆内干。孙伯，把原本那本烂账给我烧了，拿新纸来。我教你一种新的记账法，保证连一根马毛的去向都清清楚楚。
赵胖子，老子的军粮呢？霍将军有令，先锋营今夜提前把粮草，现在就要装车。这怪事，这原定是明晚提换啊，那粮……少废话，拿不出粮，耽误了军机，今天这驿站里的人全得死。钱大人急什么？你要的粮，我连夜给你备好了，不仅足额，还给你加了料。混账！我要的是整粮大米，你拿着一盆碎渣子糊弄谁？敢拿这种猪食充当军粮！来人，把这不知死活的疯女人给我当场砍了！慢着，钱大人，砍我之前，你最好先尝一口。若是不懂这东西在战场上的价值，你这军需官也算是当到头了。钱大人，你这刀砍下去容易，可前线先锋营3000将士今夜断粮的责任，你背得起吗？你连嚼一口的胆子都没有，也配当这军需管事？这豆子怎么是酥的，还有咸味儿？免生火，不跑烟，自带盐分，能补充体力，而且绝不闹肚子。前线先锋营要的是隐蔽和突袭。钱大人，你若是送生豆子去，他们还得安营摘寨，生火熬粥，一旦冒烟就会招来敌军。但我这椒盐碎豆，士兵揣在怀里，行军路上抓一把就能嚼，哪怕在雪地里趴3天3夜，也能保证战力不减。这东西比起你原本要送的那些发霉发臭的陈年烂豆子，哪个更能讨霍将军的欢心？你胡说八道什么？发霉的豆子，本官剥破的历来都是精粮。精粮，这上面盖着你的大印，乙亥日拨发左营精豆50担。可实际上呢，运到驿站的不仅是被雨水套的发霉的陈货，过秤后连30担都不够，中间那20担的空额加上以次充好的差价去哪儿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钱大人，这小贱人疯了，他在这里胡言乱语，下官这就拔了他的舌头。邵议长，你现在拔我的舌头，明天霍将军就会拔了你们俩的皮。两位大人听好了，这批受潮的烂货一旦送到前线，引起将士腹泻甚至哗变，你们就是抄家灭门的死罪。但现在我不仅没让你们担责，没动用驿站1分心，反而用这批废料给你们加工出了可以在霍将军面前邀功的特等战备干粮。死罪变头功，这笔账你们划算不划算？钱大人，你别听这贱丫头忽悠，她就是个扫把星。那些好好的豆子被她放在锅里炒糊了，还加了粗盐，这根本不是人吃的，她是想害死大家呀！大人，您把她抓走吧，婉儿愿意伺候大人，只要大人留沈家一条活路。滚开！没长脑子的蠢货！审核是吧？你算盘打得确实精。既然你把这烂摊子缝补好了，本官今天就不杀你，这批粮我带走，算你沈家将功补过。来人，装车！慢着！你还想干什么？真以为我不敢杀你？粮可以带走，功劳你也可以领，但这账不能白平，活儿不能白干。你吃了20担的空额，加上这批劣质军需的差价，少说也贪了50两银子。我救了你的命，保住了你的乌纱帽，还让你白捞一个头功。给我10两银子做封口费和劳副费，现银结清。这事儿我给你烂在肚子里。荷儿，你疯了！敢管军爷要钱？你敢敲诈本官？信不信我现在就以阻挠军需的罪名宰了你？你宰啊！我不拿钱，说明我必会有后手告发你。你今晚连觉都睡不安稳。我拿了钱，跟你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你才能安心领你的功劳。10两银子买你项上人头，买前线先锋营的捷报。钱大人，你不会连这点账都算不明白吧？好一个要钱不要命的疯女人！10两银子拿着，但你给我记住，若是前线对这批粮有半点不满，我回来把你大卸8块。大人放心，保证好评，概不退换。哼！大哥二哥，帮钱大人装车，手脚麻利点，别耽误了先锋营拔营。
你这丫头简直是个活阎王！赵议长过奖了，这2两银子是封口费，假生日那2时的亏空，我也用这次的盈余在账上给你做平了。从今天起，这后仓的钥匙归我，谁要是再敢拿陈年烂账来找沈家的麻烦，我就直接把账本送到霍将军的大帐。何儿，我们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了，还赚了。大哥，明天拿着这钱去镇上买5床厚棉被，再割10斤肥肉回来。兄弟们今晚熬了一宿，明天吃顿好的补补。这塞外的冬天才刚刚开始。钱管事虽然暂时被我用利益审住了，但这种发国难财的蛀虫，贪欲是没有底线的。我动了这块蛋糕，更大的反扑马上就会来。果然，不出5日，随着寒冬的第1场暴雪降临，一条足以致命的绝户计悄无声息地卡住了我们的喉咙。塞外的第1场暴雪比往年来得更猛。前面的骏马拉上，今天谁也别想过黑风口。风雪封山，道路不通，为了防止军需受损，所有车队原地驻扎，等雪停了再走。王管事，使不得啊！霍将军的军令是明日卯时必须把冬衣送到大营，这雪眼看着要下1整夜，原地驻扎。明天卯时咱们全得挨延误军机掉脑袋呀！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沈河，你这个害人精，你非要逞能借这趟运粮的苦战死。现在好了，路被封了，我们全都要被你害死在这冰天雪地里了。王管事，大哥，男儿膝下有黄金，你求一条钱管事养的看门狗，他能听得懂人话吗？沈家的小丫头，你嘴巴放干净点儿！钱管事可是特意交代过，你是个聪明人。既然聪明，就该知道这塞外的风雪可是会吃人的。天灾无情，路堵了，延误军机也是老天爷的意思。你乖乖受死，别连累别人。天灾，黑风口虽然险峻，但风向朝南，积雪根本留不住。昨天傍晚我看过天象，这雪是后半夜才下的。可你这隘口的雪堆得比车轱辘还高，分明是有人在半夜用长杆故意捅落了崖顶的积雪，人为制造了这场封山天灾。放屁！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我说封山就是封山，今天你这50车货，一根线都别想运过去！你卡我的货，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天灾，是为了钱管事的贪欲。这50特冬衣，账面上是5000件上等棉服，但实际上里面足足有2000件掺了芦花和破纸条。钱管事知道，一旦这批冬衣送到前线，霍将军只要撕开一件，你们俩就得诛九族，所以他让你卡在这里，借着风雪冻死我们沈家人，然后把这批货付之一运。到时候死无对证，不仅毁尸灭迹，还能把延误军机、损毁军需的宿罪全扣在我们沈家头上，对不对？好狠毒的绝户计！是又怎么样？沈河，你太聪明了，聪明人在这边关活不长。今天这雪道封死了，你们谁也别想过去。明天一早，我就带着兄弟们去给你们收尸。完了，全完了！沈河，你激动他干什么？你想让我们死得更快吗？闭嘴！这是什么？大魏兵防物流2碗图，这是我这几天熬夜画出来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会在黑风口卡我？我告诉你，黑风口向东3里有一条废弃的子午谷小道，那条路虽然难走，但受风向影响，绝对没有积雪，直通将军营大帐的后方线。沈河，你不仅疯还蠢，子午谷小道连骡子都走不过去，你这50辆满载的大车怎么过去？飞过去吗？车过不去，但人过得去。孙伯在，沈主管有何吩咐？告诉这位管事大人，半个时辰前，我让3柱带上了什么东西，去了哪里？回主管，3柱已经骑着咱们驿站最快的一匹马，走子午谷小道，直奔将军大帐。随身带的是您亲手核对的冬衣造假贪污劣迹本。你敢炸我？大魏军律第7条，战时阻挠军需，斩立决；贪没军需者，夷3族。你以为卡住我就死了？3
三柱现在已经快到大营了。我刚才算过时间，你现在卡我一炷香，三柱离霍将军的帅盘就近1里，你的命就少1寸。你要么现在立刻拉开巨门，放我们过去，要么咱们今天就一起冻死在这里。你看明天霍将军是砍我这个延误军机的脑袋，还是抄你和你背后钱管事满门的家？拉！快把巨马给我拉开！算你狠，沈河，你这毒妇，算你狠！路给你让开了，但前头雪厚几里，你这50辆车靠人力根本推不动。卯时不到大营，你们照样是死。谁说我要靠人力推了？把你们守关营的20匹战马全部给我牵出来，套在我的粮车上。你疯了！战马是军需，你敢强征守关战马？我今天不仅助强征，我还要你亲自帮我套车。我的车队现在因为你的人为封山耽误了半个时辰，如果不能按时抵达，老子立刻发信号键让三柱把账本递进去。20匹马换你一家老小的命，这笔买卖你做不做？牵马，给他牵马！大哥，上车，全速前进！回去告诉钱转世，想在物流调度上跟我玩阴的，他还不配。这笔东一掺假的账，我先替他记着，等到了大营，咱们再慢慢算。报时一刻，50车东一分毫不差入营。霍将军就是这个毒妇，他不仅私自阻挠军需，还勾结外贼，倒卖前线将士的过冬棉衣。恳请将军立刻将其就地正法，以正军纪。将军明鉴，我是他的亲姐姐，我愿意大义灭亲。沈河他丧心病狂，他到了驿站后，每天逼着我们沈家男丁干苦力，自己却大鱼大肉。我们明明是流放犯，连窝头都吃不上，他哪里来的银子买猪肉买厚棉被？肯定是从这些军需里贪墨换来的呀！将军，钱管事说的对，这批衣服肯定在半路上被他调包了。沈婉，你疯了！这一路上要不是荷儿拼死护着，你早就冻死在黑风口了。你竟然伙同外人诬陷亲妹妹！我没有诬陷，他就是个偷军粮的贼。审核是吧？钱管事说你贪墨，你姐姐指认你倒卖。这本银库的账簿上也白纸黑字记着你运来的这批冬衣少了整整3000件的斤两，你有何话可说？我无话可说，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荒唐的笑话。霍将军，钱管事说我调包了冬衣，那请问这50辆大车上的封条是谁贴的？自然是本官在州府大库贴的封条，但谁知道你用了什么妖法，把里面的好棉花掏空了？承认是你贴的封审条就好。将军，请看，这衣服外面的用的是上等的细麻布，做工精良。可是这就是钱管事口中被我调包的精良冬衣。钱大人，这细麻布的缝线用的是州府专供的锁子针法，连封条都没有破损。你告诉我，我一个在风雪中赶路的流放犯，去哪里找那么多缝衣女工？在半路上把3000件衣服拆开，塞进芦花，再用州府的特用针法缝合如初。我是长了3头6臂，还是会撒豆成兵？是芦花，真的是芦花！狗娘养的，难怪老子去年冬天穿着金衣子还冻掉了2根脚趾。将军，不是我，是他，肯定是他施了妖法。这账本上明明写着那本假账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将军，这是我自创的复式记账法账本，这上面连每一根草料的去向都记得清清楚楚。9月初3，
左营调拨陈米200兔子，钱管事签字，10到150单，剩下的50单被他拉去黑市换了私酒，赚取叉300两。10月初8，调拨满马草料5000斤，实际掺入沙土1000斤，导致30匹战马腹泻暴毙。10月15，东夫犯发，照面5000件上等棉服，实际2000件掺了炉化，那省下来的3000件真棉服的银子，全进了前世和后方总办的私囊。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要杀了你！杀！老子在前面打仗，你们在后面挖老子的墙角。这账本上进出存号比比对应，哪一天什么时辰走哪条路过谁的手，全都画着押。钱管事，你还敢喊冤？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你刚才不是问我哪里来的银子吃肉吗？我现在当着将军的面回答你，我能吃肉，是因为我把他们摊掉的物资窟窿用废品加工补上了，是因为我重新规划了黑风口到大营的物流路线，把原本30%的运损烧降到了0。我靠着优化路线，提升效率，省下来的运费，堂堂正正的买肉给我的伙计们吃，有什么问题？将军，您问我有何话可说？我的话就是，您是要留着这群喝冰血的蛀虫，还是要一条永远不掉链子、损耗最低、效率最高的军粮运输线？好一个不掉链子的军粮线！来人，把钱管事、王管事以及所有涉案的军需官全部拖到辕门外斩立决，人头悬挂3日。将军饶命！至于这个做伪证诬陷县亲妹的女人，将军，好妹妹，快替我求求求情！我是你亲姐姐，我刚才是一时糊涂，是被钱管事逼的。将军，边防苦寒，后勤营正好缺一个刷夜壶洗血衣的苦役。我看他这双手既然干不了算账的活，不如去干点实事。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这也是咱们大魏军律里物尽其用的道理。准了，拖下去。不当好死！我是侯府嫡女，你竟然让我去刷夜馆！沈河，你一个流放犯，不仅看透了军需的猫腻，还能在绝境中反杀。你这脑子比我手下那些饭桶军师强100倍。从今天起，免去你沈家流放犯的身份。这块令牌你拿着，整个西北大营的军粮线，3个州府的驿站总调度，全交给你管。我给你一个朱须总督的官身，如何？将军的好意，沈河心领了，但官身就不必了。官场规矩太多，碍手碍脚，影响我干活的速度。你不要官，那你想要什么？我要整个西北军粮线的独家承包权。将军只要记住，只要有我在一天，这大西北的粮草就不会断，您的兵就不用饿着肚子打仗。但规矩咱们得提前定好，以后凡是我经手的物资，运费、调度费、加工费1分都不能少，货到付款，该不赊账。这笔买卖您做不做？甲字号舱满，封红签，上2号栈道。乙号车队装卸完毕，检查防水油布，3刻钟后出发，送往白狼关。丙字号收的药材是谁验的货？这当亏受潮了没摸出来吗？退回去，打回原籍，扣3分信誉点。何儿，刚盘完上个月的账，咱们不仅把前线3万大军的粮草按时送达，顺带接了几部商队托运，净赚3000两雪花银。3000两啊！咱们沈家以前在京城侯府1年装上的进线也没这么多。大哥，眼皮子别这么浅，3000两就把你高兴成这样？你仔细看看丙字号账本，咱们上个月的运输损耗率是多少？5%？这怎么可能？以前钱管家在的时候，10车粮走到白狼关，能剩6车就不错了。哼，那是他们蠢，外加心黑。我把西北18条商道重新划了等级，沿途设立了补给站，换马不换人，再加上咱们特制的防水油布和减震包装，损耗降下来，
省下的全是纯利润。不过大哥，今天咱们这儿似乎来了个不懂规矩的客人。孙老头，你瞎了眼吗？我这可是送给京城达官贵人的上等货，我可是州府刘大善人的亲弟弟。让审核出来见我，我今天这批货必须走你们的军需特快专线。刘老板，好大的官威啊！跑到我这军需大地来硬闯，你是嫌九族的脑袋长得太结实了吗？哎呦，沈大当家，您现在可是这西北道上的财神爷，我这不是这批丝绸急着进京吗？外面的商路乱匪多，走您的军需线最安全。这里是500两银票，算是给弟兄们喝茶的。刘老板，算盘借你打打，500两银子，想买我一条军需专线的位置。你这几车丝绸要是占了位置，前线先锋营就要少带10箱止血药，将士们的命在你眼里就值这500两。沈当家，凡事好商量，我加钱800两。规矩就是规矩，我审核的物流线，军需永远是第一顺位。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往后排。想走我的线可以，去走丁字号民用商道。第一，货物必须全部拆包接受检验，严禁加载违禁品。第二，运费按货物价值的20%抽取，外加全额保险金。2成运费，你这简直是抢劫！你比以前的钱管事还要黑。钱管事黑是要人命，我黑是因为我能保证你的货连一根丝线都不会少的送到京城。该不讲价，爱走不走。送客。我不干了，我死也不干了！凭什么让我刷这臭气熏天的夜壶？我是侯府嫡女，我是金枝玉叶。老实点，92号苦役，你今天的50个夜壶还没刷完呢。沈河，河儿，你救救我啊！你现在是这一战的霸主了，你我欢将军都敢谈条件，你随便说一句话就能免了我的苦役啊！我是你亲姐姐，你怎么能眼睁看着我干这种下贱的活儿？亲姐姐，当初在赵议长面前说我偷吃军粮要砍我头的是谁？在大张前给钱管事做伪证，非要置我于死地的又是谁？沈婉，你的侯府嫡女梦在被流放的那一天就该醒。这里是边关，不看出身，只看你有没有用。我会算账，我可以帮你管仓库，我不比你差。你会算账？那我问你，一车精米500斤，从白狼关到玉门关，途经3处风口。若遇大雨连面，用麻布和油布混合包装的吸水类是多少？马匹在泥泞路面的饲料消耗比平时高几成？如何调度才能保证在死线前抵达，且不发生霉变？你连最基础的物流耗损公式都不知道，你管什么仓库？去管别人拉出来的屎吧！孙伯，带他回去。今天刷不完夜壶，扣发他那份掺了馊馊馒头。哈哈哈哈！沈当家，好大的威风啊！我在3里外就听到你在教训这帮奸商了。将军大捷归来，不在帅帐里喝酒，怎么跑我这满是铜臭味的物流厂来了？沈河，本将今天来是跟你谈一笔大买卖的，10万大军，明日拔营，直捣黄龙。这可是灭国之战，战线要拉长足足800里，朝廷的那些运粮官全是废物，800里的风雪线，他们连一半都送不到。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的这套什么物流网络能不能跟上我10万体的冲锋速度？霍将军，只要你的大炮和战刀不生锈，我的运粮车就永远比你的先锋营快半个时辰。但这800里战线的死亡押运风险极大，我的报价是平日的3倍，而且我要大魏朝未来10年西北17州的商套面道通关文帖。哈哈哈哈哈哈！胆大包天的审核，别人要权要官，你只要钱和商道。只要你这次能保障我10万大军粮草不断，别说17州，本将亲自陛下封你为大邓第1皇商。成交。兄弟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听我说。
甲自营、乙自营所有马匹换蹄铁上防滑刺。丙自把库里所有的高缩胶盐碎豆全给我搬出来。通知沿线36个补给站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这大西北的规矩，今天起我审核说了算，货在人在，粮断头断。半个时辰后，第一批粮草，跟着我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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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